马东，我以为有一个女人说她爱你，她爱你的方法是你爱她的第一天，她就把你送去给阉了。你要这个爱吗？可以试试。来，我们把马东拖出去吧。我一开始先请问杨超越几个问题。杨超越有一个男生说他非常爱你，想要跟你在一起。他提出的条件是，每一顿饭你都不能够决定你自己要吃什么，由他来决定，而且他每天都喂你吃同样的东西。你觉得这是你要的爱吗？不是。他说他爱你，可是他要求你的头发不能照你自己的意思剪，由他来决定你的头发是长是短，剃掉哪里，留下哪里。这是你要的爱吗？不是。我相信你的答案跟在场所有正常的人一样，你们不会要这样的爱。马东，我以为有一个女人说她爱你，她爱你的方法是你爱她的第一天，她就把你送去给阉了。你要这个爱吗？可以试试。来，我们把马东拖出去吧。这不是我要的爱。刚才这个问题的过程，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有什么好问的？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问的？我在问什么？我在问的本质就是，那不是爱啊！你决定他的毛要剃哪里？你决定他每一顿吃什么？他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你就把他给阉了，这不是爱，这是我们对宠物的爱。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对宠物付出的爱，它长的真实面貌，长成这么残忍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很尴尬，我们自以为我们爱，可是那个爱是我们人类有特定立场的爱，不是什么普遍的爱。我跟各位介绍一个古希腊哲学家，他叫做普罗达格拉斯。很遗憾，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可是他很奇妙的有一句话，千古流传，一直引起共鸣，到现在还不断有人引用。这句话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讲起来很神气，翻成白话文就是：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说你存在，你就在；我说你不存在，就不存在。这句话听起来很傲慢，可是傲慢嘛，其实很卑微。我们人有办法以貌为尺度吗？没办法。所以人为万物的尺度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故意的，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好如此，这没有什么好责怪的。可是我们可不要放大我们自己的地位，变成我们是救世主，我们对所有的生命充满了悲悯。没有这件事，我们没有做到过，以后也大概做不到。所以如果在一个博物馆里面着火了，然后你面对一幅画跟一只猫，你没什么办法用别的标准衡量，所以这时候你要衡量的就是猫对我有什么意思啊，画对我有什么意思。好，我觉得你的猫一定对你有用，可是你的猫对我可能没什么意思，我的猫也一样对你没什么意思。可是同一幅画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周杰伦新出的一首歌，大家唱起来都觉得会感动，回忆到某一些往事，那个是艺术的力量，那不是你家的猫做得到的事情。而谁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博物馆、美术馆，以及所有曾经在战火、灾难当中拯救他们的人。你要做自私的人，你尽管去做。如果有一天我在路边捡到李诞先生所写的未出版的小说手稿，我如果能够做得到，我会把它捡起来，替他保存好。我不知道你写的那个没出版的小说手稿对我会有什么用，可是我会相信它跟周杰伦的歌，或者是苏东坡的画一样，它会对某一些人有用。艺术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艺术是因为我们人类知道生命如此脆弱而渺小，所以我们想要呼唤我们有没有不朽的可能，我们能不能做一首歌，写一本小说，画一幅画，
即使是壁画，即使是招财猫，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它会比我们存的久一点。它会比我们存的久一点，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不朽，而我必朽。你在美术馆里面对的是一只猫跟一幅画吗？不是，你面对的就是猫的必朽与画的可能不朽，而画的可能不朽建立在你救不救它这件事情上。圣经的故事，上帝发怒了，要把人类灭绝，发大洪水。发大洪水之前，他通知说：你们造一艘大船，把所有的物种留起来。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诺亚方舟啊！你有资格走进一家博物馆，而却选择救猫。你懂不懂？你走进去的是什么地方啊？你走进去是诺亚方舟，在保存所有人类对于不朽的那么微弱的呼喊，说：求求你，让我们不朽吧！如果我们必定会死，那让蒙娜丽莎的微笑留下来，让宋徽宗的书法留下来，让苏东坡所画的山水留下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人类记得我们曾经达到的高度，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堕落的样子。好厉害！所以，你不是听不到遥远的哭声，你会走进博物馆，你就是知道有遥远的哭声，你才走进去的。不然你进去干嘛？去看猫吗？你已经进了博物馆，却这么没有慧根到，叫你救的时候，你救一只猫。我最后讲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不行了，很堕落了。可是我们努力的把过去了不起的人、头脑最好的人、最有热情跟创造力的人所做的东西，好好的留下来，提醒我们自己说：哎，不要那么瞧不起自己，我们曾经那么美好过。当你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天地球不再属于我们的时候，它会成为未来的接收者，理解我们这一群小小而奇怪的动物所曾经创作过的可爱的小东西。所以呢，如果接手的是一个外星人，过了2000年，他把一个博物馆从沙漠里挖出来，啊，把玉雕成这个样子，把钻石切割成这样，哦，瓷器长这样，油画长那样，真有趣。人类这么有心，做了这么多可爱的东西。可是我最后呼唤你们想象一个事情，各位热爱猫的人，猫是多么的伟大呀！如果接下来接收地球的是猫，猫在沙漠当中把博物馆给挖出来，发现里面为他们保留的是另外3只猫，你觉得他们会作何感想？就是惊为天人啊，然后就非常骄傲，我做了他的队长。来吧，请双方开杠。加油！加油！蔡老师，请不要改变题目。你在捡起李诞的手稿的时候，如果是要牺牲一只猫的话，你还会捡起来吗？我会衡量李诞的手稿对于人类的带来的温暖跟力量。我没有觉得一只对我来讲陌生的猫一定超越过李诞的手稿力量。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太瞧不起李诞了。教授，你去逛动物园，动物园着火了，请问你会先救哪一个动物啊？哦，我离出口最近的动物，能够救多少救多少。如果是蟑螂呢？动物园里面不展览蟑螂。教授，博物馆也不展览猫。哇，太漂亮了！时间到。是。哎，看来在奇葩星球，我是一个经常出入美术馆的人。
比地球上的审美素养要稍微高一些。但是很抱歉，我的观点仍然一样的俗，我要救猫，因为我不确定那幅画我刚好认识，但是猫我肯定都认识。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跟谁熟我就救谁啊。世界上所有的猫都可能叫咪咪或者喵喵，我叫一声咪咪喵喵，它跳到我怀里；我叫一声名画，我被烧死了。因为名画，它们的名字大部分都很长，想要跟它们熟真的很难。好，我知道大家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你们肯定会想，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哎，救画还是救猫？当然看救哪个的把握大。但我的脑回路不一样，我不这么想问题，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因为也很有可能逃不出去，所以我必须考虑的是临终体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你是抱着一只猫舒服，还是抱着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舒服？答案显而易见。我使劲摸它的毛，哎呀，手感好舒服，而且我还能撒个娇。我说咪咪咪咪，你先走吧，我死了没关系。但这个咪咪说不要不要，你不走我就不走。你看，连梦都是温馨的。但如果我抱的是这个画，荒唐，我怎么可能会做梦？我会时刻保持清醒，怕它被人抢走。毕竟我财迷心窍，坚信谁救出去了就是谁的。你要说了，救出去的也未必是你的，那就好笑了。我为什么要救他呢？这个点好。所以救猫是我对自己的临终关怀。好，现场今天这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维度可以去比较一幅名画和一只猫的价值。但是在我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我是这么想的：这幅画对谁最有价值？它的作者。但名画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作者大部分已不在人间，世间人解读千千万，但是这个作者常常大笑九泉，可能就是他喝多了或者失了个恋画的。但是这只猫对谁最有价值？它的主人，我相信它还在人世，我相信它在我们之前跑了出去。我读不懂画，但我读得懂人情。我想把这只猫揪出去，送还给它的主人。我为人类的文明出不了一份力，但是我可以为人类的爱出一份力。这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在当时能做到的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最后我觉得艺术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作者的意图。那与其保护别人的作品，我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救猫这个行为传达生命与爱的意图呢？那我就是艺术本身。当我抱着这只猫从火场走出去，我会成为各大公众号的标题，我会成为各个媒体的新闻，人们会给我拍照，也会给我画画。哎，那幅名画叫什么名字？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这幅画就叫抱着猫的妇女，也没差到哪里去。谢谢大家。特别好，反方一辩，先声夺人，上来就把正方放到了不仁不义的位置上啊。好，我们来看正方一辩，詹青云。其实青云今天特别辛苦，打一辩，青云比较紧张。希望给大家呈现风格反差最为强烈的2个一辩。因为他可能对上了傅首尔，他反而是有点担心，说傅首尔那么轻松好笑，他会不会不要太严肃？这个题问的是你救什么？救猫还是救画？是救这个动作，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实际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我能够割舍什么？当我选择割舍这只猫的时候，我割舍的是什么？我割舍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割舍的是它的哀嚎，我割舍的是可能对它的主人的一点愧疚之情。而当我选择割舍这幅画的时候，我在割舍什么呢？我在割舍一个作者已死的人留下的一幅酒后的涂鸦吗？我在割舍一张薄薄的纸，一点点的油彩吗？当我站在这个火场之中，放眼望去，我的周围是空无一人，我是孤身一人在救这幅画。可是我站在这幅画的面前，在时间历史的这条轴上，我并不孤单。你说这样的责任有什么意义？大家都知道，在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们国家的故宫
运出了最为珍贵的13000多箱文物，在14年的时间里，这些文物辗转2万多里，分3路南下，几乎没有一件损坏。这个伟大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就是那一代故宫人，他们表示这些文物比人命更重要。你说值得吗？一个正在面临战争、丧乱，连民族的存亡都存在危机的国家，去保护那些没有生命的文物，那些作者肯定已死而且淹没无闻的东西，那些厚重的石鼓，那些青铜器，那些已经褪色的丝帛和刺绣，那些我可能看不懂的宋画和唐体，值得吗？值得。越是在丧乱之中，越是在火灾之中，越是在灾难之中，我们越要记得那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文化的符号，是他们在历史里，在战乱里，在一个民族艰难的时刻，在凝聚着我们。而此时此刻，在这片火场里，它落在你的肩上。我鸡皮疙瘩起来。你说，一幅画而已。不是什么文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再相同于1930年代。今天我们有非常成熟的3D 扫描艺术，可以把很多很多的画，那些珍贵的信息、最清晰的细节，都用电子存档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且我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要不是因为它挂在这个博物馆里，我可能都感觉不到，我都看不出来它到底哪儿好看。是的，艺术的价值很多时候就是构建出来的。艺术的价值不是只存在于那个绘画创造这个艺术的人，它属于那些一代一代仰望、凝视过、保护过这个艺术的人。如果今天我说一幅画而已，他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一幅画而已，除了这幅画，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画，作者已经死了，一幅画而已。当我们把艺术拉下神坛的那一天，所有构建的意义就消失不见了。那些在民间寻找遗失的珍宝的人，他们的努力；那些在海外想要把国宝带回家的人，他们付出的努力，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就被消解了。就像我当初是听说了那个故宫的故事，所以我那么想要看看这些文物。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对艺术好奇的开始，对了解自己的民族历史好奇的开始。在我之前，在这幅画所走过的漫长历史里，有许多的人曾经追寻并且保护、拯救过它。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只要心中有稍微的心念一动，选择了救猫，这幅画就已经不在这里了。我是这个接力赛当中的一棒，我承担了落到我肩上的这份责任。此时站在火场之间，我的抉择只是一瞬间，可是在这幅画延伸出去的那条历史的长线上，是无数个生离死别。双方一辩完成之后，目前是后发的正方多获得了5票。来，双方一辩，请开杠。每人只有45秒的时间，从傅首尔开始。青云，你刚才说这幅画是世代传承，因为有很多人珍惜它，所以它更有价值。但是这只猫的主人一个人珍惜这只猫，所以你在判断这个珍惜的时候是以人数取胜吗？其实是的，因为这个主人，我可以找到他，我可以向他说抱歉。可是这幅画并不属于谁，它并不属于我们，甚至并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要说一句抱歉，我都没有人可以说。哇！青云，我问你，如果这幅画是一幅壁画，你怎么办呢？没想到，首尔姐偷换辩题，这幅画这个辩题能成立，就是这幅画能被救，否则的话，你这个猫到处乱窜，你根本抓不到它，你怎么办呢？不，我刚才已经跟你假设这幅画是一幅壁画，所以这只猫不会乱窜，因为它是一个雕塑，是门口的招财猫，我拿回家招财。他们在聊什么？可以，那咱们的价值是一致的，都是保护艺术嘛。但是它是一个雕塑的话，可能太重了，你搬不动怎么办呢？
我觉得啊，神经病啊！好，那我们就不讨论了，对吧？因为壁画抠不下来，雕塑又搬不动，所以就都不能救了。那我就想问你啊，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个猫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觉得，无论这个画有什么价值，都无法超过生命在我心中的分量。这个问题，职中学长就会回答你。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风格的设计。我们说好的是辩论和开杠，怎么变成了故事接龙了？傅首尔有毛病啊！不会啊，我怎么办？就是很欢乐，因为他讲的那些段子，我也想不出什么可以记下来跟他开杠的东西。青云让我看到了他另外厉害的一面，就是你给我来个无理取闹的段子，我用逻辑回一个无理取闹的段子给你回去，这是我觉得青云厉害之处。好，到目前为止，正方多获得了17票，反方2辩，李吉如。一只猫和一幅名画，不要慌，今天的现场就有一幅名画，大家请看杨奇涵，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幅名画，对吧？名在哪里？美在哪里？美在这个女人吗？我觉得未必。让我们回到500年前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那个时候的欧洲依然沉浸在黑暗的中世纪氛围里，人们画神，不画人。人们对身外之物、财富、名利的关注远超于对人本身的关注。有一个商人把达芬奇请到家中，说：“请给我的太太画一幅画吧。”然后达芬奇用画笔留下了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蒙娜丽莎为什么笑？是开心的笑吗？好像看着有点忧郁。是失落的笑吗？又有一点喜悦。其实她为什么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看这个女人笑，我看到了笑。我就是看到了这个女人，我看到了这个女人，我就是看到了人。那个年代的人，第一次在画作上从神开始看到了人，看见人，关注人，关注生命本身的价值，由此而生的悲悯之心、同理心、不忍、善良，是艺术家想告诉我们的事情。今天在画馆里，你的面前就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对你呼喊，你能够做到对他视若无睹，说我要去救艺术，你凭什么觉得你看懂了，你真的看懂了 get 到了那个艺术品里面的意义呢？扔下那只猫，你救下的并不是艺术，是艺术品，但是它并不是画廊里的艺术品，也不是如你所说历史长河里的艺术品，它是拍卖行里的艺术品。商品世界里有金钱价值的艺术品，可是抱起那只猫，你所捍卫的才是艺术的价值。可是呢，一幅画被烧毁终究很可惜。那我们看一看今天世界上那些已经不在但是又还在的东西。巴比伦空中花园已经消失了，巴黎圣母院就在今年要毁于一场大火了。我读书以前的那个校园外面，出去就是圆明园的废墟。没错，青云，如果这些文物文明被保存下来，保留得很好，但有的时候，即便是它就是已经不在了，它才更在我的心中，因为它不在，我更能感受它，我更怀念它，我更想创造出新的文明。文明的载体和外在可以被消灭，不幸的、不舍的，但是文明的精神只要在，只要我们抱有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就拥有文明的灵魂。而此刻，你拥有文明灵魂的方式就是抱起那只猫。以上我讲的很有力量，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场景里，我是谁？我是一个决定者、裁决者，我来决定这只猫的去留。可是我在想，万一我是那只猫呢？我又为什么不可能是那只猫呢？你也可能是那只猫。你的办公室，你是一个新人，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希望有个人帮帮你，你甚至发出了呼叫，没有人理你，因为在他们眼中有更值得、更宏大的事情要去做，在他们眼里，
你还不如一只猫。所以我今天，我想抱起这只猫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保不准哪天我怕我是猫，当我是猫的时候，我想有人能够抱起我。谢谢。好，反方2辩之后，反方目前是多了4票，正方2辩黄志忠。对方告诉我们，这只猫很可怜，这只猫很脆弱，它会发出呼喊跟哀嚎。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今天这个题目里头，猫不是最弱的，那幅画才是最弱的。那幅画不会呼嚎，那幅画不会求救，那幅画不会移动，那幅画没有办法喊 help。对方没有意识到了，那只猫很可怜。他说：“万一你是那只猫呢？万一你是那幅画呢？”太厉害了！今天这道题，不是猫在面临考验，也不是画在面临考验。今天这道题考验的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恰恰是对方前面都提过的几个字。他希望为人类的爱尽一份力，他也提到了同理心跟不忍心。我们来聊聊同理心跟不忍心。各位要了解，人的同理心跟不忍心它是有范围的。而它范围的大小，跟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高低很有关系。我们听过一个在学校小学教语文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他在小学里头教小孩子课文里念到朱自清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叫《背影》，里头提到因为父亲是个胖子，当他弯下腰去捡橘子的时候，全班好多同学哈哈大笑，胖子捡橘子。他一开始很错愕，转念也就懂了，不是这些小孩冷血，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他不太可能去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有限，他没有办法理解到就是那一段背影里面所提到的伤感，所以他们的同理心范围很窄的，不是冷血，是因为他们听不到更遥远的哭声。同样的道理，这世界上你知道，我们的同情心是跟你这个世界的认知，刚刚说过相关。亲人的离去你会难过，隔壁村的死活关我屁事。不好意思，关我屁事。对，你看你们还会笑，就是什么听不到遥远的哭声对不对？而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叫人饥己饥，人逆己逆，我说这个人了不起对不对？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在周遭而已。好，猫的叫声跟婴儿是很像的，它是很触及心灵的，它挑动的都是人类最本能的反应啊！看到一只猫被烧死，我好难过，光想就不敢想象啊！那至于这幅画啥，八大山人没听过。人名还山名啊？烧了怎么样呢？不是8个人吗？另外7个再画一幅吗？他没感觉，不是因为他冷血，他听不到遥远的哭声。今天这道题是一个对我们的考验，猫跟画都是个想象概念，它考验的是你期待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到什么层次？在那一刻，你期待你只能听得懂猫叫，看不懂八大山人就去救猫。在那一刻，你期待我是看得懂这幅画的价值的，我是知道它并不是只是叫我们珍惜生命而已。我看懂这一切，我就会去救他，不是因为我冷血，是因为随着你对世界的认识越高，你听到的哭声越遥远。
远方的哭声这5个字，就直击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就很佩服。之中的表达方式还很独特，还希望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黄志忠2辩之后，目前正方领先16票。来，许基如、黄志忠，请开杠。学长，遥远的哭声一定比近在咫尺的哭声更值得聆听吗？这个值不值得，本来就是你决定，你想要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我自己成为对于眼前发生的苦难不要视而不见，并且用优越感去说服自己的人，不可以吗？当然可以，也有人希望自己成为只有亲人死掉才难过，隔壁死活关我屁事的人。你当然可以这么做。是，但这只猫其实之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只陌生的猫，就像一个陌生的人。所以我不同意你认为，因为它离我距离更近，所以我对它的同情已经也很近。因为八大山人对你而言太遥远。不是这样的。就是问懵了，我觉得是因为怕或者就是那种紧张的情绪，确实会锁住你的思维。八大山人里面有它的价值，但是这只猫身上也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不希望因为那个价值看起来好像更高阶，就忽视了眼前在我面前正在发生的生命的流逝。我并不认为历史文化这些所有美好的东西可以给一个东西加持，或者超越一个最真实的生命存在。你如果真的认识八大山人的价值，你就不会说我不认为这2个可以相提并论。志忠学长，那我请问你，艺术的价值是什么？我期待我是一个可以理解而且回答你的人。好，时间到。哇，打得漂亮，打得漂亮！哇，单方面屠杀，我的妈，太恐怖了这个。志忠学长把我几个点驳斥得非常漂亮，就是你的点虽然是在被驳斥，但你也感到很快乐。而且志忠学长一直我不停地强调，是我最佩服的一位辩手。我下次跟他杠就一定不会怕了。哇，这种逻辑攻防真的是，其实你要是慢镜头的看，你会发现在开杠的这个压力下面，双方都有无数的漏洞，但是你回家跟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开杠试试，你看看那30秒里面你能想起什么？超越，你一直在我旁边，然后脸上有些困惑，有吗？我对人生感到了困惑。是谁让你更困惑了？就是黄老师吧。为什么是他让你感到困惑了？就是讲的一下子感觉遥远的哭声，我想，哎，我好像没听到过，就觉得原来也有听不到的哭声啊，然后就觉得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活得有点浅显了，然后有点浅浮在那个面上，一下子老师就把我带到更深层次的地方，我就觉得，哎呀。我的脑子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我还是上来吧。现在，在你对男生的选择里面出现了第5个人，就是他天天能给你人生以启发，你会选择他吗？不会，我想我不用考虑那么多，我就考虑1日3餐就行了，我就听近处的哭声就可以了。好的，这就是超越选择站在反方，而且表达自己立场的方式。就是我怎么知道你那个远方的呼声是不是你编出来的？好，没关系哈。来，我们加油！你看李诞太好笑了，他一副还没有酒醒的样子。我就跟蛋总打辩论，看来心虚。我谁我都怕，这屋里我谁不怕？我觉得谁都比我厉害。加油，蛋总加油！加油！加油！坚强！加油！我们要进入3辩了啊！来。轻松一点，搞这么沉重，对不对？干什么？志忠刚刚聊什么艺术的价值？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艺术的价值，艺术最大的价值就是永远的活在人们的心中。
而生命最大的价值是活着。对不对？漂亮漂亮。什么是艺术的价值？我觉得咱们聊艺术嘛，我觉得名画最好的归宿就是烧了。比蒙娜丽莎更美的就是正在燃烧的蒙娜丽莎。李诞好笑啊！比神秘的微笑更神秘的就是烧没了的微笑。讨论艺术的价值，我的天哪！康永哥收藏了很多画，买很多艺术品投资。他给我讲过一个道理：艺术品的价值都是人们赋予的，就是谁的故事越多，谁就越值钱。哪幅名画的故事越多，哪幅名画就越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烧掉更好的故事？尤其还救了一只猫。你去问说啊，蒙娜丽莎烧了，为什么烧了？啊，是为了救一只小猫啊。太强！达芬奇听了都会流眼泪。所以，我救猫，不光拯救了一条生命，我还成就了一件艺术品。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论点啊。爆炸！真的爆炸！太厉害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呢，就是完全从自身出发。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们呢想着文明啊，想着理性啊，没有，我就想我自己，很奇怪，好像只有我是这样的人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想着别人啊，我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就想我在大火中镇定的思考，是吧？我在想，哎呀，救画好还是救猫好？救猫好？救妈还是救妈？救妈肯定是更好的，对不对？救妈肯定是更好的。我救蒙娜丽莎有什么好处？又不是我的，我救出来之后还不是要上交卢浮宫？法国人给我发一个法国锦旗，对不对？给我一顿夸，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而且大家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大家都用社交网络，没有人会记着一件事超过1周。李诞救火啊，救蒙娜丽莎的英雄，你刚刚还在刷这个热搜，下一条罗振宇深夜买醉。你的注意力就转移了，是不是？评论也很搞笑啊！罗振宇用贩卖焦虑的钱去买醉呀！对不对？我说完这个，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在辩论什么了。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大家会忘得很快，所有人都会忘掉这件事。而我，在无数个无人的深夜，都会梦到一只碳烤小猫。你们谁管我？我长此以往活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轻则抑郁自杀，重则报复社会。你们谁管我？没有人管我。而我救猫的好处太多了，太多了。它每天，我肯定是养着它的嘛，对不对？它每天，你们被猫踩过奶吗？我每天都被猫的踩奶唤醒，每一脚都踩在我的良心上。兄弟，太有梗了！哎呀，这个猫的每一脚都在提醒我，李诞，你是个好人。这还是猫吗？这是我养在我们家的道德之眼。救猫！我救了这只猫，我还怎么做坏事儿？每天它都在拷问着我，对不对？所以我救了这只猫，这个世界上不光多了一只猫，还多了一个好人。这是我的第二个论点。
其实我的论点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我来了奇葩说之后，发现你们到最后有一个环节叫上价值，就是有一个像黄志忠这样的人会告诉你们，这道题我们变的是救花还是救猫吗？不是，不是，我们变的是你能不能识别远方的哭声，对不对？对不对？远方的哭声当然也很可怜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要从朴素的地方做起。我们先近处的哭声你都不管，你管得了远处的哭声吗？而且在奇葩说这个舞台，我看了很多大家打辩论，我有更深的这样的感受。大家都是很聪明的头脑，在这里舞弄一些很高级的概念啊、理念，拯救人类，拯救奇葩星球。各位也都是奇葩说的观众，你们都还记得吗？我最终记得的只有黄志忠跟颜如晶关系不错。我最终记得的只有潇潇和他妈关系时好时坏，对不对？人最后记得的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没有价值吗？不是的。你说黄志忠的论点对你们的人生有什么帮助？他那个论点就是他编的，他自己都不一定这么想，对不对？那黄志忠这个人还是很可爱的，是不是？你最后记得的只有这个，最后记得的只有这个。远方的哭声和近处的哭声，我觉得还是可以变一变的。那这道题究竟真的在打什么？这也很像黄志忠的话，对不对？我还真的面对过一个这个问题。我的一个记者朋友问过我，他说：“李诞，我在采访生涯中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经常采访一个当事人，他把他的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我报道出去会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社会的一些阴暗。但是我报道之后，这个人的人生可能就完了，因为那些残害他的人也会看到，他就死定了。那你说这个报道我要不要发？我要不要为了更多人牺牲这一个人？我要不要为了人类的文明牺牲这一只小猫？”我当时听完什么反应？我差点一脚踹在他脸上。不要这样想问题，朋友们，不要这样想问题，因为那不是远方的哭声，那是你想象中的哭声。你为了一个想象中的哭声，你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牺牲掉了。当然我知道黄志忠是个好人啊，我那个朋友也是一个好人。我有很多这样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知识多了之后他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也不苦其心志，他也不劳其筋骨，他就天天想怎么牺牲别人。他每天都在想我怎么牺牲这个去救那个，我怎么牺牲小的去救大的，我怎么牺牲这个近的去救那个远的。你们疯了吗？不要这样。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呢，维系的靠的是我这样自私的人。我们这自私的活着，但是我们不伤害别人，这个世界才能运转。而正是这些为了一些所谓宏伟的事业，为了一些远大的目标，去不计后果的牺牲别人、牺牲别的小猫的人，频频的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谢谢。我傻了，这才是段子的高级境界。这几乎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牛解辩。他打得超级好，对，非常令人就是震慑的那种好。拆我的点，拆的方式、手法，那个切入的角度，都是最棒。太惊艳了，我觉得他是 BB King。他不讲话的时候，感觉他很就是圆圆的感觉很可爱，但是他讲话的时候，我是觉得，人是在发光的，好幸福，就是能进入李诞的战队。我觉得他今天的演讲应该成为奇葩说的一段经典。好，太漂亮了！反方3辩之后，目前反方领先41票。哇，好厉害啊！正方3辩，罗振宇老师。哦，加油！哦，加油，加油！
现在压力大了。罗老师好压力啊！罗老师今天他接了一个非常烫手的山芋。李诞老师是一个非常善于拆解的人，解构，对，所以你接在他后面，等于你要重新做建构。我不太会开玩笑，我说不出类似他那么才华横溢的段子，但是我特别想模仿蛋总，我也扮演一个自私的角色好了。就一幅名画，还是就那只猫？请问，在今天这个现场，谁能比我更能理解那只猫？大小是条性命，凭什么不能得救？好歹也是导师，凭什么我只有8票？猫要得救，我也要得救。是生命就有求生欲，这很正常。何况猫那么可爱。我们再看那幅画，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烧了就烧了嘛。有什么了不得？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是，请问，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吗？如果我们只是在价值排行榜上给一幅名画和一只猫排行，那他为什么不问你，眼前有一堆火，你是把画丢进去还是把猫丢进去？他为什么要告诉你是奇葩星球的火灾？对。这是这道题真正的题眼。火灾。你知道美国的消防队员的牺牲比例是多少吗？每800个人要死掉1个。那是高薪水、严筛选、残酷的训练出来的美国消防员。我这样的小白，在火场里生还的机会，应该远远低于他们。孙子兵法讲：未虑胜，先虑败；未虑生，先虑死。我这个时候面对的选择，难道是救画还是救猫吗？不，我们真正的选择是，我们有可能陪谁去死。这是这一刻真正的选择，丹总。这个事儿推演到这儿就变得严重了。死后原知万事空，还有什么价值排序可言啊？死了呗，蒙娜丽莎都可以死，猫也可以死，我也可以死，死了之后没有价值。慢着，我死了是无所谓，但是那些还在乎我的人呢？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的父母，我的合作者，我此刻定格给他们的那个背影，对他们还有点价值吧？我这一刻我可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和死，我也不能决定一幅画和一只猫谁能存留，但是我最后定格的这个背影，我还有那么一丢丢的选择权。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去思考。我的老父老母风烛残年，突然接到噩耗，他的儿子烧死了。请问，我是因为救一幅名画而牺牲，还是因为救一只猫而被烧死？我当然知道这对他没有区别，但是你觉得，各位，你们替我评判评判，我此刻的哪一个选择，稍稍能帮他们减轻一点哀痛？记住，你不是在当上帝去选择救人、救画还是救猫，你救的是你自己的那些挚爱亲人。你这个时候只有这点权利了，想什么猫和画？请问我的父母为什么会觉得救画
好像能减低一点点伤痛。感觉到了吗？为什么？他们不是不喜欢猫，他们有我们人类最本能、最纯良的那一点点期待，就是生命要跟永恒一点的东西在一起。对于永恒这种东西的渴望，它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大家都在这样想。前不久我去以色列旅游，我们同行的梁宁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这个推动人类文明的总是技术，可为什么留下来的总是艺术？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艺术稍稍寄托了一点人这个物种关于永恒的期待。不是我们要救什么艺术品，我们要拯救的就是自己内心这么一点点永恒的期待。这是我们的选择。谢谢。罗老师的观点其实挺有趣啊。他在那个备战的时候跟我们讲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很新奇，从来没有往这个角度去想过。他铺垫我也觉得是有一点长。罗老师今天就是被李诞的这个地躺拳打乱了阵脚，我能听出来他在现场在快速调整和组织，他在想怎么能够迅速的找到不被李诞前面的那个原子弹辐射到的地方。刚开始我是用一个策略，我希望把那个场子冷下来，然后进入到我的论述。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就是让我的叙述节奏变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要是贴着李诞直接抛论点，那是一个更傻的策略。好，来，我们进入4辩哈，反方4辩，薛兆丰教授。大家先看看你们坐在旁边的人，看一眼。然后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假如我是一个强盗，我手里拿着一把刀，走到你的身边，我说：“我给你一个选择，我要用这把刀切断你一根手指。选择1，选择2是我用这把刀切断你身边的那个人一个手指，你选择哪个？”我想大多数人会直指身边的人说：“切他吧，对不对？”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爱他。但是我问你，你在生命当中有没有至少有1个人、2个人，你会说切我吧？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当时你的孩子，你最亲的亲人，这就是经济学看人性的角度。200多年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经对人性说过3句话。第一，他说人是自私的。一个人如果不自私，连自己都不爱，自暴自弃的话，那么我们社会上其他人是不会看得起他的。但是亚当·斯密紧接着说第2句话，他说人也是有同情心的，他会把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快乐的一部分，把别人的痛苦感受为自己痛苦的一部分，他是天生有这种能力的，这叫共情的能力，这也是我们所有爱心的基础。他说的第3句话，他说我们这种爱的基础，这种共情的能力，却会随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拉远而迅速下降的，迅速减少的。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说的是心理的距离，够远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理性，讲的是效率，讲的是算计。但是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说的是心理的距离足够近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同情、共鸣和恻隐之心。铁达尼号是个悲剧，好多人认为它是个意外，但它其实不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历史的数据表明，乘客他们的存活率跟他们所在的舱位紧密关联，舱位越好，安全系数越高，存活率越高。人的制度，世间的制度是这么设计的：
当我们撇去具体的人的时候，没有人的背景、性别、年龄、收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去设计的。那是因为足够远。但是如果近的话呢？如果船马上要沉了，甲板上出现一个富翁和一个贫穷的小孩，你会怎么做？没有人这个时候说我们算一算他们的身价吧，我们算一算他们的价值吧，我们来一次周全的拍卖吧。如果只能救一个人，一定会救那个弱小的生命，因为这个是我们爱、我们的共情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回到我们今天的辩题，艺术馆里面发生了火灾，名画和小猫就在我们眼前，很近，我们自己怎么做这个选择？两个结局，第一，救那幅画，不论你的理由是什么，永恒或者艺术价值，所有的后人在参观这幅名画的时候，他们永远会记得那个场面，弱小的生命被活活的烧死了。这个场面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挥之不去。另外一个结局，我们选择救那只小猫，名画烧掉了，不管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然后那只小猫呢，当然它也度过它平凡的一生，最后也死去了。后人，所有的后人在参观这幅名画的复制品的时候，他们不仅能够欣赏这幅名画的艺术价值，他还能够欣赏这幅名画的人文价值。因为这幅名画为一个弱小的生命让了路。我想说的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规则、所有的安排、制度的安排，它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就是远和近。远的时候，足够远的时候，我们讲理性、讲算计；近的时候，我们讲同情、讲恻隐。只有这样，我们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所以美术馆发生火灾，在这个具体的场景里面，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救小猫。谢谢大家。就是人家真的有知识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幸读到了薛老师的书，我觉得他对我的世界观改变很大，让我从一个破坏的人变成了一个建设的人，很感恩吧这件事。所以，其实我当时来奇葩说最大的原因就是薛老师来，我是很希望薛兆丰的课能进中学课堂。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觉得不如这一季咱们就按这个阵容干到底算了。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可以当观众当一季。好，马东好像要问问题啊。不，我只是想跟超越就讨论一下，在刚才那个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场很多观众是一边觉得这边是对的，一边觉得是那样对。我自己也是，你呢？我没有啊，我一直觉得救猫是对的。即便康永哥最后说到了那些，你也依然觉得救猫是对的，是吗？就一下子就扯到猫占领地球了，3只猫看到3只猫的残骸，我就想，不是就1只猫吗？怎么多出2只猫了？就那另外2只是哪儿来的呢？是着了3次火，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杨超越所做的笔记。上面是他最喜欢的猫，下面4个字叫“杠上开花”。我不是，我还给蛋总画一个花。这是你画的蛋总，你能签一个字，然后送给蛋总？哇，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我们要拿猫跟蛋总换这幅画。真的，超越。如果在一个美术馆里面是你的这幅画。和蛋总，我肯定就这幅画。好，这幅画就郑重其事的来，那个由超越来送给蛋总，来。哇，太高兴了！哇，哎呀，谢谢，啊，画的还挺好，画的还挺好。来，好像哦，超像。好，那我们进入结辩时间了哈，结辩时间，那个正方。先结，反方后结，正方结辩，罗振宇老师。
不想做什么结辩了，把康永老师刚才没说完的话帮他说完。他之所以刚才提到了蟑螂，其实就想帮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最后思考一个问题：假设我们真的像对方那样热爱生命，那现在那里不是一只猫，是一只蟑螂，你会救它吗？不会吧。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对于生命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的理解。人和任何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叫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非常丰富，可能是猫和人类这样的主人和宠物的关系，可能是颜如晶和鸡之间的关系，因为吃鸡而把鸡变成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所以在美术馆里，我和猫，我会跟他说一句话，我抱着这幅画，猫兄，水火无情，各自珍重，将来江湖重逢，定当杯酒言欢。再见。好，那个猫心里说的是，我这么小个儿能跑出去，你以为你跑得出去吗？哎呀，说的就是这个，谁救谁呀？对，好，来反方结辩。今天对面几次把我们带进一个美好的、隽永的、很高的世界里，但我觉得这一切能存在的前提是什么？是此刻他们的眼前并没有一团火，并没有一团火危急的、紧急的，以几秒钟的速度就要迅速的将它蔓延。如果他的眼前就有这团火的话，谁能够想到远方的声音？谁能够想到什么不朽什么朽？我只能去解救我眼前看得见的、顾得上的、尽力能做到的那一份痛苦，这是我想去做的。所以我承认，今天无关生命，无关价值排序，关乎什么？本能的合理化。这是刚才教授全部远近之间的意思。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蛮好的，可能不太在崇尚金钱权利，我觉得我们开始崇尚智慧和知识，但也恰恰是如此。我非常警惕，读书人、知识分子是不是有的时候想太多，对人基本的本能和恻隐之心竟然开始去质疑，我感到很荒谬。我面前出现任何事情，两难境地，我救什么？我看我能看得见谁的眼睛，我看我能看到哪份痛苦，我用我的本能去做选择，我不会。谢谢。好，这个结辩点是对的，漂亮。我最满意的就是结辩的这1分钟，因为做结辩是薛教授给我的机会。我觉得让姬如接。我接啊？对，你确实有本事，你就可以做好。我自己一开始都不觉得我有那个本事，非常感激被认可。好，最后的时间到来，全场观众红蓝键做最后的选择，5、4、3、2、1，停。正方5票胜出，讲得真棒！哎，祝贺正方4位。